晾晒成干的口蘑，含有充沛的鸟苷酸盐。牧民用它和鸡肉一同炖煮，鲜味成倍提升。何福志，口蘑商人，经常驱车几百公里收购蘑菇。口蘑只生长在蘑菇圈上，辨识它要靠草的色深。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，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。何福志要到乌力吉家询问蘑菇的收成。女儿玉凤23岁，大学毕业后回到草原。家里嘛，我母亲她病重，一直需要人照顾。我爸爸呢，现在也50多岁的人了。家里捡的蘑菇都晒了吗？都晒了。就这点儿？就这么点儿。没有白蘑菇吗？没有，就这么点儿片花吧。口蘑中白蘑最为珍贵，晒干后可以卖到2000多元1公斤。今年的收成不多。牧民们已经开始储藏牛羊过冬的饲料，这意味着口蘑季节即将结束。父女俩决定再做最后的努力。这个时候的蘑菇出成也好了，成色也好了，好多人都在打电话催这个白蘑菇。爸，没有，回来吧，走了。口蘑的萌发需要雨水眷顾，预报中的秋雨迟迟未到，老何很不甘心。父女俩决定借宿在牧民家，继续等待。这下雨了，下雨。雨后的草原清新如洗，蘑菇圈上，白蘑终于露出身影。爸爸，你看那边上那个行圈，上那个圈去看看去。还挺多的。看这么多，快捡吧，看这小丁。何福志父女明白，此后的几天，他们终将得偿所愿。哎，走了，天要下雨了，快回家吧。走。好了哈，我上去了。哎呀，真好，吃完了油面吃口蘑，口蘑的美玉呢特别多。锡林郭勒向南400公里，张家口，古时的长城关隘，是中原与北方贸易往来的咽喉，更是口蘑的成名之地。白蘑，菌肉肥厚，质地细腻，是口蘑的最上品。开水发胀，2、3个小时后，白蘑恢复饱满身姿。留下口蘑原汤，放入清水，反复搅打，换3、4次水，打1000次以上，直至泥沙尽除。冬笋产自2000公里外的江南，与口蘑初次相见，曾经跨越千山万水。泡好的笋干与白蘑干切片，高汤里煨透，再加重油慢火翻炒。随着油慢慢进入，口蘑便变得丰腴滑润，
笋片重新找回爽脆的口感。最后加入口蘑原汤。江南冬笋邂逅塞北口蘑，汇南北300多年历史的中国北方名菜，不仅造就一种美味，更带来无尽的空间想象。深夜10点，漂浮在城市上空的麻辣鲜香尚未散去，闷热的楼道口，张平开始炒料。重庆朝天红、河南新一代混在一起，前者辣味最劲，后者富含辣红素，赋予火锅艳丽的色泽。牛油能有效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，这是重庆火锅另一个秘密武器。豆瓣和豆豉让汤汁浓稠，姜末的辛香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。茂问大红袍麻味浓烈，金阳青花椒香气外香。比原材料正宗更重要的是张平的双手。不停翻炒，香味物质渗入油中，再经过烹煮，芳香素进一步释放。10年来，张平只相信自己，一个通宵，3大锅底料，供自家店5天的量。除了底料的秘密，火锅的味道还归功于重庆人对食材的神奇处理。黄喉是牛或猪的主动脉，有一层难以撕裂的膜，影响口感。戴上增加摩擦力的手套，小心翼翼地将这层膜撕下。熟练工人1天最多可以处理1000根。毛肚取自牛的第3支胃，重庆人只选用叶瓣部分，它足够薄且面积巨大，表面能吸附大量调料，口味浓重。短暂汆烫后，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，加上牙齿发力后的爽脆，让人上瘾。除此之外，鸭肠、真花、耗儿鱼、午餐肉等平民食材，都在重庆火锅中相逢，并化腐朽为神奇。一般相信，现代的火锅最初是随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，并催生出不同的形制。北京的涮肉火锅，羊肉细薄如纸，吃的是嫩。云南的菌子火锅，菌菇清甜鲜美，吃的是香。潮汕的牛肉火锅，牛肉丸筋道多汁，吃的是韧。火锅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热闹、对于团圆的向往。西湖醋鱼，草鱼剖成雌雄2片，雄片下至第3刀时，在腰鳍处斩断，鱼身下入沸水，
汆熟后，放入酱油、料酒，加白糖、湿淀粉和醋，推搅成浓汁。这便是糖醋风格的杭州名菜。同样是糖醋味，北方的开封把鲤鱼炸透，白糖、香醋、姜末、料酒，勾加流水芡，出锅后放上龙须面，以面蘸汁，这是中原人的做法。从点心上，也能领略开封与杭州的关联。开封灌汤包，经过多次演变，确立了现在的形态。包子皮用死面制作，需要经过3次贴水、3次贴面，使面皮筋韧光滑，不漏汤，不掉衣。反复摔打，直至面团发白发亮，达到色白筋柔的标准。以水和馅儿，使包子内部充满汤汁，同时保证口感清爽。手指飞快，几秒内18个褶，这需要5年以上的训练。杭州小笼包拷贝的是古代开封的工艺，猪皮冻剁细，与馅料混合，皮冻预热化为汁水，这正是小笼包汤汁丰盈、口感浓郁的奥秘。学者把杭州称作中原在江南的语言飞地，依据是杭州话中突兀的儿化音，一种食物片儿川，最能说明这一切。不起眼的铺面，不繁华的地段，然而食客络绎不绝。这家面馆至今只有7张桌子，每日仅营业半天，1年固定放2个月暑假。这仍然没有抵消杭州人对这碗片儿川的热情。每天面馆营业结束，严宝福都要里里外外擦拭一遍。人家问我大概有点毛病，有可能。没有毛病的人，我讲像坚持不牢，搿他几十年来，搿他卡，搿他卫生高了来了。有本事搿他1个月、2个月，每天都卡，可以说起来不大有的。这种坚持，也体现在老严对于食材的选择上。每天5点，面馆开始忙碌。猪膘肉熬猪油，煮面保持浓香。1年4季，笋的出产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但为了笋与人的持续相逢，老严会跑遍杭州周边，尽可能把最合时宜的竹笋请到热气腾腾的碗里。雪菜要用头茬菜，叶子和菜梗的比例也要老严亲自把关。笋片与雪菜都是江南味道，一白一青，一鲜一酸，紧跟时令。在汤头中短暂汆熟的面条，显然是北派面食习惯的延续。无论多么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，落在食物上，
都是不露声色的简单。哈米提的家人正准备午餐。羊肉清炖，放入擀制的面条。这种肉类与面食的组合叫纳仁。一份上佳的纳仁一定要在最后撒上洋葱。自传入之日起，洋葱就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整鸡剁件，青红椒、土豆切块，糖炒至焦黄，放入鸡块。依次加入川味中标志性的辣椒，甘肃人钟爱的土豆，再用先炒后炖的中原做法，让肉和菜相互浸润。鲜美的鸡汤与土豆中的淀粉形成丰盈的汤汁，最后放入陕西特色的裤带面，五味俱全。大盘鸡不断变化融合，满足着不同籍贯劳动者的味觉需求。新疆的大盘不仅承载着香料和食材，还见证了各族群的智慧在美食上的碰撞。南门市场如今仍能看到各种口味的混杂，四川的豆腐香肠，浙江的金华火腿，上海的桂花糕，不同人群快速融合，为美食创新提供了可能。眷村牛肉面应运而生。牛肉选牛腱心，带筋，含高量的胶质，炖煮后口感弹牙。油锅煸炒姜葱，放入豆豉与豆瓣酱，把整锅料倒入牛骨汤，便是牛肉面的汤头。腱子肉切大块，炖煮入味。面在沸水中烧煮片刻，尽量保持韧性。在台湾，有许多牛肉面被冠以川味的名号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富饶的天府之国。自贡是四川烹饪牛肉传统最悠久的地方，在缺少电力机械的年代，牛是最主要的动力来源。这里有着2000多年的制盐史，从近1000米深的地层下抽取卤水，再将卤水运送至灶房。中国人对于大豆的转化智慧在这里同样适用。卤水杂质颇多，加入磨好的豆浆，卤水中的钙离子与豆浆中的蛋白质结合，形成固体。反复几次，直到杂质去尽。盐工的饭食十分粗放，尤其烧牛肉和台湾的做法神似。豆瓣酱、干辣椒、花椒爆香，倒入事先汆烫好的牛肉和萝卜，小火慢煨。当然，绝不能忘记加盐。自己亲手制出来的盐，可以激发调和出牛肉与萝卜的鲜甜。井盐的生产为川菜提供了味觉基础。哎呀，那个，红烧牛肉，传统盐工菜的代表。然而，它最好的搭配却是米饭。自贡的传统小吃中，也没有红烧牛肉面的记载。
关于眷村牛肉面，比较被认可的说法是，籍贯四川的军人迁台后，根据需求不断翻新工艺，使牛肉面的做法最终在宝岛定型。